都是好地方。好，国民党主席之争，那张善政、许淑华桃园县长、这个南投县长先后表态，力挺郝龙斌是当然人选，说他能够赢回2028，而且把相片抛出来。大家不要这很不容易啊。因为很多县长都想要保持中立啊，所以不想得罪嘛，所以不愿意表态啊。那另外呢，这个胡志强也挺郝龙斌。胡志强说有人用网军作战发假民调，胡志强这样讲，说他如果脸书贴出他跟孙子的相片，有80万人会看如果陈文茜弹钢琴，两个人一起唱，他弹钢琴，胡志强唱歌了，有超过100万人看。他说最近呢，只要贴出来说支持郝龙斌呢，就有好几十个从来不上脸书的人上来骂他，说郝龙斌不好要把郝龙斌送养老院，你为什么要支持郝龙斌同样的，赵少康的脸书，只要说郝龙斌好，也会有人来骂这就表示一件事情，有人在用网军作战，发假民调。这个党主席选举不要党内互打，伤了和气，影响党选后的团结所以大家就是一个目标，民进党下台而不是呢党内互打等等等等那另外呢，侯友宜也支持郝龙斌那所以先有侯友宜新北市长，再有张善政桃园市长那郝龙斌说呢，虽然他们支持我的选情非常紧绷，现在选情的确是非常紧绷那另外呢，郝龙斌在新北造势说5都没有胜，辞党主席，现在6都嘛，所以起码要当选5都，否则党主席就辞了那另外呢，这个蓝白合很重要，因为大家都要提蓝白合，因为不合的时候力量就分散嘛。但是呢，合的方式不同郝龙斌是说国民党先要强候选人够格才能够跟人家谈，才能够主导。说你搞一个自己很弱，声势起不来，候选人很弱，你谈什么东西所以呢，你自己要先强嘛，自立先要自立自强然后呢，这个罗志祥说呢，他要逆轰高飞他说他被人家讲弃保，就是说弃罗这个保谁？他说我才是最大公约数，你要支持我那卢秀燕这个又先陪郝龙斌，再陪这个罗志祥，再陪这个郑丽文，现在要陪张亚中说呢是第4轮那张亚中呢不改他教授的本色，向卢秀燕上课近半小时，还送他一本《理想的中国人》，轻松读懂孙中山的核心思想，台湾再光复3本书然后卢秀燕听了半小时的课，才吃了第一口汤包。我们看一下。走进座位区被党员簇拥，国民党主席候选人郝龙斌逐一握手，喊声没有停过。郝龙斌，郝龙斌。出席新北党员见面会，身边站的除了新北议长蒋根煌，还有议会党团成员与中常委。而在这之前，郝龙斌也赶赴台南拜访议会。加油，郝市长！加油！与此同时，他的对手郑丽文也在台南举办党员造势。在台南长期为国民党有一点孤军奋战的各位，在这个时刻需要党扮演什么角色？然后党员像今天我们是双向沟通，不是永远都听我在讲。承诺会重视党员，值日前郑丽文炮轰党部制造谣言，还说感觉像是跟党中央在选。时隔3天，8号的国民党中常会党主席朱立伦不仅没有反击，还向各候选人释出善意，邀请参加国庆日的党部升旗。诚挚的邀请6位党主席的候选人共同来参加我们的升旗典礼。另外，大家很关心2026年的地方选举。我再一次强调，国民党是长期的布局，各个县市都有非常优秀的候选人。无论主席是谁，相信都会胜选。但即便朱立伦不选边，也不口出恶言，与他关系紧密的桃园市长张善政立场很明确。你的行事作风要很稳健，是大家都看到你的能力。是在2028拿回执政权，我觉得你应该是当然人选。谢谢。如果我当上党主席，还是要大家一起团结。我也期盼将来跟他一起。我们把县市首长整合起来。我现在选情非常紧绷，自认选情紧绷，倒数10天，最后关头也逼得党内大咖不能再沉默。胡志成讲的是对的，就是说网军动得很厉害在网络上面呢，就塑造声势啊，等等，这个呢是你知道稍微有点网络活动经验的，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郝龙斌本身，表达能力比较平淡，这是事实。不过我倒很意外，就是说，我发现他人缘还不错啊，就是说这些诸侯们呢，都纷纷的表态，而且这种表态在这个时刻实在太重要了。在这关键时刻的表态来讲呢，对郝龙斌来讲呢，整个的选情呢倒吃甘蔗，开低走高啊。我想对郝龙斌来讲呢是很大的加分。它反映的就是说，这些的诸侯们认为当下要稳住国民党的盘面，能够顺利的走到2026，走向2028的时候呢，他们呢认为郝龙斌呢可以办得到，而且比较属于郝龙斌。好，这些诸侯的表态呢，会使得这网军的操作的，就是说呢效果呢会大打折扣。我们刚刚呢在谈到的就是有关于天然气的问题，这个是今天才知道吗？这不是 common sense 吗？是啊，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就是说你今天弄了这么多的天然气，就把天然气提高到台湾如果呢，如果是一个西线无战事的地方，你就尽量高，你用天然气都无妨。虽然呢，所有的天然气呢都要进口，液化天然气成本比较高，但没关系，只要台湾呢不是这种随时有冲突风险的地方，你用天然气。可是呢，当你明明是这样的时候，但是我不说你一定要用核能，可是你起码要能够对你这些支持高手，就当今天川普在准备要让核能复兴，当今天高市早苗要准备要让核能复兴，过去台湾的许多反核的基础是建立在呢日本的核能灾难的基础上面，日本是被原子弹炸过的，日本是3.1日本海啸呢导致非常严重的伤害的，日本是呢所有使用核能或者呢遭受原子能迫害最多的地方。同时是许多的呢民进党的独派的朋友的精神母国，你的精神母国今天呢都要全力的发展核能，请问台湾拒绝核能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他不是刚刚研议员讲说百分比的问题，百分比那是你的选择，哪怕是6%、8%，或者过去回到了最多的时候呢15%，那个对台湾的电力的基载来讲极为重要。美国人在关心的是什么？美国人关心的并不是呢，今天呢，如果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呢，你家里面还有没有瓦斯可以用？他关心的是呢，你的电力一停止了之后，我管你什么科学园区，通通都停摆啊。那个一样啊，就是你一旦呢，你对天然气的依赖度已经到45%、50%的时候，一旦天然气断了。它不只是你的生活呢会一团乱，而是你所有的现在的科技产能，大家依赖你的科技的产能，一定都停摆。光台积电就要用掉台湾10%的电，一家企业用掉台湾1成的电。那如果你天然气出事的时候怎么办？你难道要先切断的是民生供电吗？不可能，更不要说你现在所有的武器的配置都需要大量的电力。大家对电力的问题务实一点。今天每次谈到电力，大家都要回到一个基准点的去讨论民进党反核问题。我觉得台湾真幼稚，台湾真浪费时间。那同样的话，黄仁勋呢，今天呢到北部，对了，大家都很想争取了，但是我说在大家表演一下，给自己的支持者，给自己的这些选民啊、县民看，我没有意见了。可是黄仁勋不会离开台北的啦，除非呢他就不来台湾了。那今天当美国今年以来90%的大型的投资全部都在 AI 上面，美国90%，中国大陆大概也非常高比例，全部都在 AI 上面。今天呢，黄仁勋所代表的 NVIDIA 呢，所有的 AI 的龙头，不管它摆在台湾的这个叫做全球总部的地方，它里面到底要扮演怎么样的功能？摆在这里，台湾呢就是全球 AI 的地标。台北市就是全球 AI 的地标，这至关重要的，千万不是像是现在呢看到这个呢，这个市长蒋万安出来讲的说，好像只要留在台北市就可以，不，他不是留在台北就可以。你看得出来呢，黄仁勋呢在选择地点的时候，他们讲过了，一定第一个离高速公路不能够远，第二个呢，他必须呢离捷运呢不能够远，离轻轨不能够远，同时还有离夜市、离士林夜市不能远。这几个条件摆在一起，你算算看呢，台北市呢有哪些地方？现在呢，对于星光要面对一个基本的问题，星光你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它终究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困惑。当初给你地的那个市长，结果呢惹了一身腥，现在收你地的市长又惹一身腥，那咋办呢？给你地的要收你地的，结果呢都赔在那块地上面。如果今天呢台北市搞不定这件事情，蒋万安
2026是会有问题的，大家会质疑你蒋万安的执政能力，连这件事情都搞不定吗？你连星光都搞不定，看不出来星光在狮子大开口吗？对，他在狮子大开口，问题是你用怎么样的行政程序呢去搞定这件事？休息一下再回来。王一川说：“青少年白目，北吧，因为呢，为什么他没有抖音干嘛？白目才用，所以要教育部禁止校园使用抖音，不可以用抖音哦。那另外呢，这很多年轻人用抖音呢，所以呢，王世坚就说你是玻璃心嘛，对不对？说我们的民众很理性，有智慧。”不容易被洗脑，绝对没有玻璃心，反而有些人有玻璃心，那有些人是谁？你想，那另外呢，这个大陆黄金周结束了这是很多天了，9天还是几天？8天。王世坚有这个没出席，被用来当曲子，甚至家人来骂孩子，常常大人骂小孩，你没出席，不好好读书，你没出席，天天玩电玩，你没出席，天天上网那所以呢，他们呢，这个王世坚本来是说，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这句话因为还有点押韵所以呢就被改编成哇，现在大家在听得曲什么睁眼说瞎话。你在哽咽什么？你在哭什么？没出息没出息在这里，串在一起真的好好笑。他是好几段，他是好几段质询，而且唱得很好，对，所以呢，唱得很好。这是他当时质询柯文哲被剪接了。对，王世坚说网络世界太神奇了，随便讲讲话怎么就变成神曲呢？大陆的网就说，比挖呀还洗脑。之前有一个很流行的叫挖呀挖嘛我们看一下。王世坚首播主打歌没出席，你还没听过吗？那真的落伍了。没有啦，这是网友改编坚哥当年的质询金句，但现在这可是红遍两岸。那本尊看到有何感想？网络世界实在太神奇了啦，充满生命力跟创造力，人才啦、天才、鬼才都有，所以我是叹为观止了。他如果有听进去，其实就很受用，就不会后来他涉入这个金华城案。哎呦，先不谈政治，毕竟网络都封王世坚是心灵导师，世间金句可是适用你的各种人生故事，像是当你又拖延症爆发，被问一句，你报告做了没？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当你上班打混摸鱼还不小心睡着，下一秒老板就会骂你，干不了什么好事，成不了什么大事。被老板骂一骂，心里小宇宙爆炸。当你想辞职，不想干了，另有大志，心不在此，那就请你做个了断，打包走人。还有人拿这些当闹钟，随时警惕自己。但眼看抖音掀起模仿潮，自家立委王一川却正好提议要禁止青少年使用抖音。你也知影这有当时在青少年为囡仔白目嘛，你叫伊卖用，伊就调干要用嘛。他可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嘛，伊就安尼用啊。我不认为就是说，通通用意识形态来分别说怎样的平台可以用，怎样的平台不可以用，我们根本不必怕统战了。看来这回抖音战，民进党流量双王又意见不同。儿子，这个有一句话叫做"抖音一响，这个父母白养"啦。好，我觉得其实抖音这一题是大家可以来认真讨论，而且讨论其实也不是只有今天网易传提出来，其实在非常多的这个校园，然后很多的这个教育学，其实都提出来，就说我们现在孩子使用这个抖音确实是这个非常高的比例，但也造成了很多不只是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因为我们知道抖音有这个模仿潮。好，那所以这个在国外有非常非常多的案例，是说我们的青少年跟着这些模仿风潮的影片，
有出现非常多像是使用药品、自残，甚至有很多这种社会案件。那我们看到，就是说世界各国其实都在讨论这个抖音的影响。好，我们不要讲说它一定是好或一定坏，但它一定有影响。我们举个例，就是说，从这个欧盟其实有开始在这个调查抖音是不是有介入罗马尼亚的大选啊？好，那另外也看到，就是说澳洲其实它在去年的时候。他就立法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来使用抖音以及其他的这个社群平台。那我认为就说，其实现在这个抖音真的是影响层面很广泛啦。哦，那它对于青少年，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大家开诚布公来讨论的问题，因为它的影响也确实存在。我刚才不只讲说是教育面的，是个人这个心理成长面的、社会面的，当然也有。这个中共刻意利用这个抖音来渗透台湾这个情形，这个也都是事实。那只是说，那我们台湾怎么样面对，怎么样因应？我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大家来思考。所以不需要就觉得王一川讲这个言论，就觉得他好像很奇怪。其实这是个很重要的议题。不过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王世坚讲说他的这个这段。质询啊，他说他再一次给这个柯文哲，我认为这段话，刚才大家在讨论这个北市科的问题，在讨论这个辉达的这个土地的问题，其实刚才这个匆匆忙忙，然后现在是连滚带爬，我们都希望蒋师傅如果好好处理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这个比较好的来处理。我们知道过去哦，那个柯文哲去质询。就备询的时候，只要碰到王世坚，然后媒体就会高度关注，因为第一个他送什么，然后他会讲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哇，唱作俱佳。就现在呢，网友其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把它剪成片段哈，有的还把它变成是的所有在职场的哈，对他会反正就好玩嘛，博君一笑。那现在变成了这个也是神曲啊，我想可能是王世坚自己也始料未及。可是我今天想说，王世坚提到说，哎呀，你王一川呐，根本就是政治玻璃心，因为确实王一川会提这个议题，本来就是有意识形态的问题。那刚才这个严议员也提了说这个要想到说，会不会影响青少年注意力不集中，会不会影响他们那个的一些什么想法等等之类的啊。我觉得其实，在台湾有些人去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有所谓的文化玻璃心啊。其实你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比如他使用抖音，他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他从来不会去看政治的东西。那比如说，就所谓的抖音神曲没有错，他们就喜欢跳舞喜欢唱歌那有些人还喜欢就是在那边看什么呢？看做菜什么样食谱等等之类的。就像有人说要进小红书，但是你知道台湾很多人用小红书是在干什么？他不是在看政治，他是为了旅游，因为你只要去旅游，一定最完整的就是在小红书里面。还有呢，就是我们女生化妆品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去韩国旅游，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去日本旅游，什么是一定要必买的？要到哪里大家说去看小红书。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因为这是两岸之间的一个对立，抗中恐中，然后把这个抖音跟所谓的小红书全部都把它妖魔化，是因为你强烈的意识形态，其实你跟人民离得非常远。真的是不要玻璃心啦。那王一川呢，在台湾的一些平台上，比方说在一些绿媒他在那边模仿法师，在那边念经，其实也是很红不要因为说好像输给那个王世坚就这么吃味其实我觉得呢，不管是这个所谓的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抖音或者是 Reels 或者是 Shorts， 其实呢它都是很多的平台。你现在进得了抖音吗？如果这个中国大陆它都没有办法去进得了这个台湾的很多的社群媒体，它都可以用跳板的方式，你真的能够进得了吗？更何况重点是那些 content， 这些2创3创的内容，包含像柯 P 过去在当市长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就是敲桌嘛，他敲桌的时候呢，就被大家做成很多2创，然后到处的这个广为散播。这件事情其实就可以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去让台湾的民主散播到对岸去。比方说像王世坚的这个东西好了，他透过这种唱作俱佳的方式被改编成了一个神曲，结果呢，中国的人看到说，你们是可以这样子来质询官员的，那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的交流，或者是一个
个台湾民主软实力的一个互动嘛？为什么你们要视这个中国的任何东西为畏途？然后呢，还要去扣这个青少年一个帽子，说青少年就是白目？那我就要反问了，这个王义川委员哦，你过去一直以这个造谣4步骤为荣，那你过去在很多的绿媒或者是很多的新闻的露出，都是在制造谣言，难道说这些新闻媒体就不是你所谓的这种白目的现象吗？所以我非常认同刚刚洪为委员说的，其实台湾对于台湾的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主，必须要有信心，不要一昧的恐中，而且呢，更不要做出这么弱智的行为。徐先生回来。高雄最近爆出重大环境跟土地违规哈，大家很有名的美浓大峡谷、大树河山光电、大树统领段、旗山码头山、小港大平顶，一个越挖越多哈。这同学讲越挖越多，就检举就越来越多，告诉你这边有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啊。那另外呢，高雄废弃物藏了非法跨国输出链，所以白乔英议员批高雄市政府最低罚则轻放，你罚得很轻嘛。哦，你罚很轻，那跟他的获利来讲，差很远的。比如说获利近5000万，罚12万，他哪会怕呢？对不对？你按日连续处罚，他也不怕哦。那陈其迈就说呢，高雄之所以变废物天堂，是韩国瑜时候搞的，所以把白乔英气得离席了。你在讲什么？韩国瑜这么1年，怎么通通怪到韩国瑜身上？哦，那你这么多年你干什么？你7年来干什么？哦。那另外呢，乌山头水库有13公顷的光电板被空拍看到哈，而且因为乌山头水库是南部的供水命脉啊，所以就说啊，这些光电板对饮水安全没有问题吗？大家知道水源保护区连滥垦滥伐都不能在那边开发的，就你在上面搞光电板，那它会不会溶解什么呢？万一破了怎么办呢？哦，等等啊，所以呢，安全疑虑被大家关心，尤其呢，台南市议员蔡玉辉就说呢。这个水库在种电，当时都不知道啊，所以他看到这个设备才发觉啊，在水库种电哦。那政府是说，哎，很多国家都这样了哦。所以黄国昌说你环境部不作为嘛，所以民众党提出相关的修法，因为水库上面种电不需要环评，哦，这也很奇怪啊。那另外呢，这个第一个架设完成以后才通知，所以居民就很气，你们早告诉我们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把浮动光电建在水库哦，另外呢，缺乏实际长期监测报告。第四呢，官方说对环境有正面的效益，那叫居民不要担心哦，这环境是很好的，放心好了，不会对你们健康有什么影响的啊。那另外呢，台南市政府是说呢，只有占水位的1.3%，国外有先例啊，我们比例占的不多了啊。那郭国文民进党立委说，主管机关跟业者应该办理说明会。也避免呢谣言满天飞啊、哦。那另外呢，高雄的大峡谷赖瑞荣告这个柯志恩诽谤，柯志恩说抹黑，我根本没有提到你的名字啊，有提你的名字没有提你名字啊哈。那邱意莹呢也去告美浓大峡谷，告了国民党的小编，说你在挖政治天坑。我们看一下。码头山它被倾倒了2800公吨营建的废弃物，它是一个保育动物的重要栖地，也是临近高屏溪上游的水源。9月19号才前往去现场裁剪水还有空气，这个东西拖了7个月，你们迟迟不作为，我不知道说你们到底环保局，你们到底整个高雄府在搞什么东西？7个月，它该挥发的都挥发掉了，它该渗入到土壤都渗入进去了，最后付出代价的是我们高雄市的市民。目前的数字来看，它的水跟土壤是正常。市长，我们早在2月份就有很多的环团拿出了XRF 来告诉你们，成立的话，是现在也会验得到。好，来，我跟你好，市长就是这张表，你说现在也验得到，对不对？2月份我们码头山的土壤重金属比农地超标10倍到28倍，9月份呢，我们看到剩下铜超标，这么可怕的数字，也是为什么你们迟迟在这7个月当中不敢去采样的原因。其实这个废氢业者哦，看起来他是按照这个白议员的说法，他是长期的非法的倾倒跟储存。那市府的回答哦，因为我以前也当过议员嘛，市府的回答说啊，我们都有去开最低罚。我这个跟无作为简直是没有两样哦。那刚赵大哥也有讲到，你这个开罚的这个金额是多少钱？第一个我们还不知道，第二个跟他的获利哦，我相信这是天壤之别了啊。那更扯的是，这个回复是说我们有去开最低罚，所以这就不叫怠惰了。我觉得执政这么好执政，
那市长这么好当吗？那你还要扯到韩国瑜？这个民进党在南部啊，在高雄啊，执政多少年了？那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这个大树光电板啦，或者美浓大峡谷啦、烂垦啦，到现在废弃物的天堂啦等等啦我觉得惨不忍睹、满目疮痍。但你还可以去提到一个只有在高雄1年多的韩国瑜，我觉得非常的夸张了那我提一件事，就昨天嘛，我们在看到那个智恩跟那个赖瑞荣嘛，说实在话，智恩跟我讲，他真的吓一跳，他真的不知道赖瑞荣从什么地方蹦出来了，也不好讲是不是在那里等他。然后我觉得选举选到要这样子去咆哮那这样去蹭柯智恩我觉得也不太好。不过我一定要回头去讲一下就是刚刚讲到这个抖音的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也在教育委员会我们提到什么青少年小孩子去看抖音就会变得白目，甚至于是因为他们白目所以去看抖音，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是太不可取了。当然这出自于王一川的这个口里，我也不觉得意外因为他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其实那一天应该是一个任庆特别预算的一个质询嘛，对不对？其实非常的重要。那难道没有题目了吗？一定要来问这个。好，那我们来看到那一天这个教育部长还讲说，好了，委员我们回去研议，我愿意相信这是因为碍于这个委员的一个压力，他说我去研议，这要怎么研议？难道要叫老师开始又要下命令下责任跟老师，你们要开始抓要开始禁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老师要负责，难道是这样吗？不可能的嘛。那现在通通要变一言堂了。我们要讲你要进抖音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是要进说，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去接触多元学习，多做户外的活动，产生一些兴趣，不要都沉迷在网络，这我可以接受。但是你用意识形态来讲，我是觉得王一川应该去多听听王世坚讲的，不要任何的事情都用意识形态来做一个标准。对，我们刚才讲这个，我就觉得这个王世坚，如果说民进党真的那么在乎呢，这个老共透过抖音统战的话，他应该很开心。王世坚现在反过去反统战中国大陆了，你看这个多风靡真的是对他们来说这个不可思议，民主可以这样的玩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谈抖音怎么谈都可以但你说从一个意识形态的角度单切入去谈，我觉得有点荒谬啦。因为我这2天还注意到，其实美国纽约这个出现了这些因为从抖音上面看到他们学这个地铁冲浪。然后呢，就2个女孩子青少女从地铁上面掉下来，因为他们流行在地铁上面，就是很快速当中，然后表演像冲浪的一样姿势，还要过隧道过去的结果有没有受伤？死了，哎呦，就死了。那所以其实。美国他们就有在讨论有关于抖音这件事情，但是他们讨论到最后就说，实际上不只是抖音就说其实在网络上面很多的影片都会让这些青少年在这样的一个争取同侪的认同的那个青少年的发展阶段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呢，怎么样子讨论它，然后怎么样到最后，像其实现在欧洲国家还有像韩国都是要求学校里面这个国小是不能够带手机去上课的，就是说你可能要讨论起来，你要更全面的从这个青少年的教育，从他这个可能青春期叛逆期跟这个同侪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一个大脑发育的结构，你要从这个角度去谈这个事情，而不是像王一川，因为王一川谈这个事情，我会觉得他根本在消费抖音，就是说他并不是真正的关心青少年是否白目，或者青少年是否受到影响，他更在乎的是到底这个抖音里面的所谓的统战的中国意识形态渗透的成分有多少？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呢，事实上就有点浪费了这个题目了。我坦白说，那回过头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高雄的部分，我觉得高雄部分的话呢，其实你说台南不也是吗？过去我担任过这个，我记得是吴顺文新闻奖吧，其实每一次新闻奖里面，大部分的很认真的媒体做出来的专题报道，几乎都跟这些青岛废弃物，都跟这些烂垦等等上是有关的。当中很多的故事，就是那种有点像是从白天守到黑夜，24小时去跟监的记者们看到的很多都是高雄跟台南。像台南当然也不要忘记那个台糖的土地被夜里面偷偷的去倒这些沙石掩埋，然后为的呢，就是因为你的垃圾场来不及烧，然后现在烧的话，大家就要排队，你还要给钱，然后要给很多的钱，你连烧都没地方烧，所以有些地方是烧都没地方烧，有的是刻意的去囤积拿去卖，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已经多到你不可想象。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真的觉得这跟长期执政有关。就像当初民进党批评国民党长期执政，从中央长期执政，所以很多事情藏污纳垢。所以呢，当初不管是陈水扁也好，陈定南也好，都要求把沙发搬走清一清。那现在不也是一样吗？高雄、台南长期执政到什么程度？30几年了耶，30几年的执政，你说要把它赖给韩国瑜，这是笑话一则。就30几年长期执政，你就算先前没有被你买通的，不成为一个共犯结构的，都成为共犯结构。
我觉得这是让人家最伤心的部分，就你不管是政治人物，就当地的一些媒体，就一些可能的权力关系者，通通和在一起，反正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要写，没有人要报道，我们就大家大赚其钱。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我觉得非常的替高雄跟台南的朋友觉得开心，开始出现裂缝了，就他们的地方的政权出现裂缝了。所以现在看来，越来越多人爆料，越来越多人就是说，你的父母官终于必须回答。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的家乡会成为废弃物的天堂？你总是要回答吧？你不回答的话，然后呢，你自己这样子让那些人去大赚其钱，然后大家去承担土地的后果吗？向龙，在高雄，我们会在新闻工作做很久。我坦白讲，我们在过去报社里面的经验，如果要对高雄、台南这些地方上面的一些的丑闻，如果你要去挖掘，我们都必须要从台北专门派记者，地方都勾结在一起，在地记者跑不出多东西，而且在地记者你怎么问他都是轻描淡写，都是要从台北派，而且要偷偷摸摸派下去，而且呢，一旦采访到差不多就要赶快逃。在那个地方呢，他们都必须要隐姓埋名，那个是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是被打，就是随时会被威胁。因此呢，在南部地区，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我讲的是我在新闻工作我毕竟在报社当过主管，跟各县呢也都熟。我告诉你，我们就是这样处理呢南部的新闻，不这样处理，你什么都看不到。你只有等到呢天灾地变的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怎么会有这么的莫名其妙的事情？难道在地都没有人知道吗？有，没有人敢写，没有人敢行诸于媒体啊。所以南部地区啊，如果除了天灾地变以外，丑闻特少。这种丑闻特少的情况，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什么事情都发生在台北？这跟呢台北的生态环境跟台北的媒体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呢，今天我们看到是高雄怎么会有这么多事？你不要觉得奇怪，它就是这么多，就是长时间在那个地方呢，你几乎是没有什么力量呢可以去制衡，因此呢有恃无恐，什么事情呢在地呢都可以搞得定，都可以搞得平。好，那我们刚刚在讲抖音因为。就像川普一样，川普1.0多恨抖音啊，巴不得叫他死；2.0多爱抖音啊，巴不得叫他活。爱之欲其生呢，恶之欲其死。同样的抖音呢，为什么差别很多？就看抖音对我是不是很友善。现在抖音上面呢，川普的流量非常高。然后呢，对川普的报道比较正面，他是呢抖音的最大的受益者的时候 ，TikTok 最大受益者的时候，他就努力的要讨好年轻人。你看他每次讲到呢 TikTok 交易的时候，他都说呢年轻人一定会很开心，所以他既没有说要去进 TikTok， 他甚至对 TikTok 都是正面的描述。政治人物跟政党，如果都是用这种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角度在看待现在的社群软体，这种的问题不会有标准答案。我们再现实一点讲，譬如说我的年纪，我告诉你，在我小的时候，连看漫画都是罪。后面觉得怎么可以看漫画？看漫画多堕落，漫画上面。有各种你觉得你能够想象不好的东西，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视嘛，有电视之后父母亲就觉得看漫画是可以的，但看电视真糟糕，一天到晚看电视，书都不念，电视呢都是那些靡靡之音，都是那些呢莫名其妙奇奇怪怪的八点档，电视呢是不可以的。等到呢有了手机之后，电视可以了。我跟你说，其实人都只是某种的保守心态，在不断的对新东西呢采取防御的态势，觉得这个对年轻人不好。你现在看到的很多的年轻人呢，看完漫画了之后去 cosplay 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 cosplay 你觉得很好吗？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只是说很多时候呢是你心态上面呢过于保守，那个载台呢是中性的，何况 TikTok 只是因为它的市占率太高了，它在全球大部分的国家里面，它都是社群软体的下载的第一名，这是事实。可是那个内容都不是某个单位给的，而是年轻人呢去运用的，所以基本上面呢是你管理的问题，而不是抖音的问题。好吧，刚刚谈到这个执政了哈，以前有一句话大家常听嘛，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我加一句，长期的权力使人长期腐化。休息一下再回来。大法官哦，因为呢，这个去年年底立法修改宪法诉讼法，然后呢，现在呢，这个
规定啊，宪法的法庭评护人员不得低于10人。那是因为民进党提了7名大法官都被立法院干掉了，所以现在人数不够，那就有前大法官说啊，那你现在大法官都不开会哦，也不这个评议哦，然后呢变成薪水小偷，每天在睡觉。那所以有3个大法官大概火大了。这3个大法官呢，叫做蔡宗珍、朱凤美、杨惠清，就发表声明说，因为现在大法官低于10人，依法没有办法组成合法的宪法法庭哦，不是我们要睡觉哦。那总统府就说呢，那现在还剩下8个大法官，应该集思广益，共谋良策啊。那学者说呢，说应该政治产生问题，应该政治解决，大法官不应该自己公亲变事主，这是政大的这个廖元豪教授说的啊。那所以宪法法庭瘫痪将近1年了，因为去年年底嘛，现在已经10月了哈。那7个大法官现在有7个分成2派不同的意见。有吕太郎等4人呢，就说不能够用宪法诉讼法呢封锁大法官。那刚刚这个杨惠清的3人呢说，守护宪法的义务，大法官不能逾越现行的法律。你自己大法官要守法，你自己能够违法吗？哦，那除了大法官员呢，中选会呢说现在开天窗因为呢中选会有6个中选会委员11月3号到期，还1个月不到1个月了。那照理讲，行政院8月就应该完成但是现在人选迟迟送不出来，所以呢，李进勇说呢，在内政委员会备询的说，这是国家危机。那为什么8月该送，现在当送出来？大罢免嘛，那时候只要罢免过了，立法院就哇，这一统江湖了，对不对？干嘛现在送啊？现在怎么送啊？对，现在发觉大罢免大失败以后，那送不出来了，根本没有准备啊，而且送来立法院可能也不会通过所以呢，媒体就说，因为府院只爱绿油油嘛，所以呢，宪政空转，那谁的过错呢？你提的人选可以大家先协商一下，讨论一下，就你没有通通自己提你自己的人了，那立法院蓝白干嘛？蓝白干嘛通过你啊？看一下。当然，阮期待讲行政院这边有法度通真紧提出适当的人选。那立法院这边，我呢会当真紧来完成这个审查的程序。那让新任的委员可以无缝接轨在11月7日马上就当接起来呢宣布有法度通正常运作不要出现空窗。出现空窗的话，真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危机啊。来，洪伟怎么看危机？那你不要出现空窗，请问一下，中协会委员现在有提名过来吗？到目前为止没有啊。所以很奇怪啊，如果中选会主委这么担心，说如果开天窗的话会危及国家，国家就要垮了中选会就要垮了。可是问题是行政院完全老神在在啊，到现在没有提名任何的委员到立法院来。其实就是每一次不管是在大法官也好，或者过去的 NCC 的委员，现在中选会的委员，都是在用吓唬人的方式啊！那时候 NCC 委员说，NCC 委员如果不给他通过的话，哇，什么 iPhone 16没有办法上市 ，iPhone 17没有办法上市，什么Switch 没有办法上市，什么一大堆通没有办法上市，结果通通一样如期的上市。那另外呢，就说他现在呢，除了这个像中选会委员迟迟没有送过来，他过去比如说 NCC， 他讲的好像一副呢非常严重、非常可怕。可是 NCC 委员在第一次，就是当时呢是苏贞昌时代提的，那个时候立法院不同意不通过，结果呢他本来说那好我就再提，好这样再提又等了好久又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也通通没有提过来，是最近才提过来。那除了 NCC 的人士，其实有很多人士都要赖立法院同意，比如说像审计长，审计长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你知道我们9月1号开，大家都知道我们整个的这个我们延会延到8月31号，9月1号大家报道之后，然后立刻赶快就去开院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在这个10月1号新任的审计长，这个就是9月底任期届满，我们立法院为了要配合就是说让审计长的新的人士能够如期上路，我们赶快再来开院会。所以我们有没有在配合？我们有在配合啊。同样的公平会委员，我们也是一样让他通过。当然我们有刷掉一些，但是我们还是让他通过，可以运作。所以我要讲说，如果今天赖政府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就说
只能够通过我要的人选，包含大法官嘛。你大法官提的人选有很好吗？第一次的这个刘静怡，他是怎么被封杀的？当时民众党8票投给他啊，是你民进党全部封杀他，所以你一个都没有。好，到了第二波的大法官提名过来，请问一下，你民进党有全部把票投进去吗？也没有啊，他们有2个自由投票，有人把它否决掉，有人把它弄废票，这代表连民进党都认为你提的不好。所以在这些不管这些人事上面，比如大法官说什么被瘫痪，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通通推给立法院。你如果没有办法提出好的人选，用这样吓唬人的方式是没有用的。美玲，像好的人选，像沈进长，其实我们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了嘛。那其实这个大法官就很清楚，其实提了2次，那个名单拿出来，其实不只是台面上，民进党有一些委员把一些这个大法官的名单去否决。我知道，其实有一些他们投下去了，事实上他们还是有意见的。这足以证明，其实赖幸德在提名大法官的时候，或者在提名一些人选的时候，或者是一些人事的安排的时候，用人为亲，只看颜色，只看对他的忠诚度。那你要我们怎么把这个票投下去？你如果真的觉得那么紧张、那么着急的话，人选早就该出来了，不应该在过去的这半年其中，所有的力量通通放在大罢免。那自然。其实这段时间以来，我们透过很多的媒体看到大法官内部就有人在放话，就是说呢，他们想要造成一种舆论的压力，来制造说呢，这个大法官现在宪法法庭没有办法运作，都是立法院的错，立法院的锅。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去检讨说，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就是因为赖清德总统没有提名适格适任的人选，包含像刚提到刘静怡教授，他明明是非常适格的，但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得到民进党团的支持呢？因为他骂过蔡英文，他骂过这个苏贞昌，他甚至也骂过王义川，他当然也骂过柯文哲等等。但是呢，我们认为他是适格的，所以我们就把票投给他。另外呢，第2轮投了谁？投了姚立明，投了蔡秋明啊，这样子的人，你要我们如何能够投得下去？所以呢，要来检讨别人的时候，先来检讨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提出了适格适任的人选。那么宪法呢，这个大法官应该是宪法的守护者，而不应该是政党的傀儡，这件事应该非常清楚。另外一点呢，我们要提到就是在大罢免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整个行政团队荒腔走板，该提名的人不提名，结果导致现在呢有这么多的后遗症。其实行政官员就应该把它担起来，包含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我们一直看到台湾的这个山啊、海啊，还有这个水库呢，竟然都可以种满了这个光电板。如果你真的很爱台湾，你怎么会容许这种毁田、毁树、毁水源的状况出现？向龙，我觉得这没有大法官，也没有什么不好。跟没有尤其大法官的对于宪法的解释权，当现在的大法官没有一个敢去讨论主张台独的政党是不是违宪的时候，我觉得大法官的存在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一个中华民国的政党主张台独的时候，或者呢，当他执政的时候，他已经在落实台独，否定了两岸的，就是说呢，这些政治上面的相互的依存归属关系，否定台湾呢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种的论述，强调了两岸一边一国，这已经明显的是已经在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已经在代替大法官在解释宪法。但是没有个大法官讲完，要这大法官干嘛？大法官本来就应该在很高的层次上面呢，你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立场，你要敢于说明。我知道，因为大家时间久了之后呢，对于民进党这样一个主张台独的政党，已经习以为常，觉得就是这样可以。可是它就是一个违宪的政党。为什么没有人敢针对这件事好好的去计较一下？一个公开的说台湾没有台湾光复节的一个政党的秘书长，如果今天台湾有政党法，这当然是要处分的。只是台湾今天对这些呢高度政治性的法治面的问题呢，大家呢都不讲究，这样不讲究，有没有大法官有什么差别？哪位置？我跟小王大哥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现在这个没有大法官。没有补齐这件事情，其实对台湾影响非常严重，因为非常多的人民百姓在法律上面有不同的见解、有矛盾的时候，最后就是要送到宪法法庭，最后来去做评断。所以现在这个僵局，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目前这8位大法官，我希望就是说，我们都说像教育，就算没有这个教师，还是可以上课啦。所以我觉得看有没有其他